开始。今天我们最近都介绍，我们最近都介绍很多经典的商业香。对，从上次介绍香奈儿，几款那个经典热卖。对，那今天也要来介绍男生，除了香奈儿之外，还有很热卖的。对，应该是说从我们这一代就已经知道的味道，对，所以他就知道它有多历史悠久。是，而且基本上呢，就是如果男生买香水的话，一定会选到这一支。就是而且它又是大牌子嘛，阿玛尼。然后以前对他印象就是西装，对西装，但其实我在西装之前最早是先知道香水的。哦，真的因为就是可能比较大众嘛，不管说你是不是上班族，因为可能到西装是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层次，这个职场才会用到的商品嘛。那这个的话就是可能一开始出社会的时候就会知道说，有这个，像你知道我们去那个机场啊，就一定会有这一支，对。然后那些比较畅销的、有名的就会出现在那边，所以这也是我们其中就是很常看到的。是，所以你对它这一支的记忆就是在机场免税店，对，从香水开始。OK，好，就是从那个小瓶的，之前很常有，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是一组，然后5支。哦，有。然后里面就有5个它的畅销味道，都是这个寄情水系列的了哦。对，好像不一定，它可能也有它的品牌的，就是怎么综合很多支就是什么 C 啊，其他的，男生女生，男生系列也有女生系列。OK，SI 就对了。对。OK，好，那这一支寄情水呢是里面最畅销的款项，那也是最普遍大家知道的。对。好，那我们当然还是要把它介绍一下，给更多人知道这个经典的好味道。对啊，我刚刚就看了一下，它是哪一年出的？1996年。哇，1996年那时候几岁？我大概差不多我们国中而已吧。对啊，就是可能在还没有出社会前，你看1996现在这样离多久了？太久了，30年了。1996年有30年，快30，差不多。我的妈呀！今年2023嘛，23、96是吧？差不多快30了，27。好，不用算太认真，对。好，那我们赶快来讲一下这一支的味道。我觉得这一支给我的印象好像是有一点怎么样，比较偏柑橘香嘛，是不是？然后又比较清爽一点，对台湾亚洲的男生来说，应该比较轻快一点，清凉一些。应该是吧？印象中对它就是很清新舒爽。是。那实际的味道已经太久没闻了，所以有点忘记了。没关系，可以直接来试一下。对。复习一下好不好？对。这边有了。哇，我闻到了。哇，这就是这很典型的对男生该有的调性。对，然后也是就是像我一开始接触香水的时候，就不是很喜欢太女生的那种花香，所以我就很喜欢这种系列的。是。就像这个或是 Loewe 的那个水。所以它这个是算花香吗？不是，它是就是清新柑橘中性，比较偏中性的，就是像柑橘调性的或是这种比较清新海洋感的，就是那种比较水感。对，这种的都会就是偏中性嘛，就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可以使用的一支香水。对，然后这个味道就会让人家想起就是这样子的记忆，这样。你知道这个味道让我突然想到一个画面，那个澳洲的大堡礁。有可能，对。大堡礁这个岛屿，你从空拍这样看下去，这个蓝的海，然后这个岛屿周边又是白色沙滩，然后又有这个树丛啦，还有这个下面满满的生态的鱼，
对，你知道为什么会想到大堡礁吗？为什么？因为最近不是在推大家看那个克里斯沃夫的挑战极限嘛？对，对不对？那这一集他去跳大堡礁吗？他去绝食，绝食4天，在那边哦，在那边绝食4天。那最后第4天呢，要为自己的晚餐去猎食，就对了。所以他拿着这个射枪啊，潜到这个大堡礁水里面，然后去为自己的晚餐做准备。好特别啊！对，你知道这顺便讲一下，我们在边闻这个香水的时候，就像大堡礁，该有的蓝天白云、清新的感觉，然后大海这样，对不对？那这个绝食4天呢，对我们身体机关有很大好处。为什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事实上我们在吸收养分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僵尸细胞，什么叫僵尸细胞？那些老旧废死的细胞，其实也在同样吃你的能量。僵尸，所以你会觉得，越吃，等到年纪越大，觉得越来越吃不够，然后一直觉得说，我还要再更多能量。事实上都是因为我们年纪慢慢在老化的时候，很多这个废物还有僵尸细胞也一起在分食这些能量。那如果你可以断食2天的话，这个僵尸细胞就会代谢死去，那重新也让你的本来的好细胞得到一个修复的机会。所以好像这个开关，先把它关机一下，然后再重新开机，对不对？电脑很久没有开机，没有关机，是不是容易钝化？对，所以绝食是这样，重新开机再整理一下。对，那这个让我想到这个味道就是大堡礁，是有点一些海洋，有一点这个水感，对，那有这个柑橘，有，男生该有的清爽味道，但不是那种重的，不是那种重的这种pure homey 的那种太重的味道，不会，不到纯男生使用的那一种，就是那种感觉。好，那你说看，现在这一支在你身上怎么呈现？我觉得它就是很像在海边的香味，因为它这支其实就真的是那个阿玛尼本人他喜欢的那个度假地区的一个小屋，然后它就是在海边的一个那种岛边，然后的那个小屋，旁边在海边的感觉。对，那我觉得它闻起来就是它不是到像冷泉那种那么水，那么水汽海洋感的感觉，但就是不是那么水深，它带一些那种礁石沿岸，所以你刚刚讲到大堡礁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它有一点那种岩石感，它不到完全就是都是沙滩的那种感觉，好，所以以相对男生跟女生来讲，可能当然更适合男生，就是带一点微粗犷，但是它不是到那么粗犷，它就是应该是说它不是只有单纯那种柑橘调的那种清新感，还有带一些岩石的那种感觉，所以再多一些那种男生的感觉。它不算是这种白衬衫或者是胡子剃得很干净那种干净无瑕的书生才合适了哈。对，还带一点点你说这个礁石沿岸的这种味道，一点点个性的感觉，一点点个性，可以留一点胡渣的这种，然后又有品味的感觉。OK， 那你觉得这一支女生用呢？女生合不合适用？女生也可以，我觉得它的味道，它不是说只有柑橘清新而已，我觉得它其实有一点点微微的花，但不是非常多啦。对，所以我觉得它在现在喷，我们大概应该过5-6分钟后了吧？对的味道，其实也是女生也是可以的哦。是。它不是到纯花香，但是它我觉得也有一些。我有闻到一些迷迭香或者是薰衣草类的这种，有吗？有它在假的有薰衣草、迷迭香吗？薰衣草没有，但是它可能有风信子啊，就带一点草香感。是。对。那你知道为什么最近那个我对这个很敏锐吗？是。因为我现在阳台弄起来，有在种。对，你的那个小阳台，绿色小阳台。那这个小阳台，因为夏天即将到来，对，那你一定不可以少的防蚊有3宝。哪3宝？对，这个天竺葵、迷迭香、薰衣草啊，3个味道都很好闻哎。
对啊，赞哦。为什么迷迭香我都闻得出来？因为我有种，有那个实际闻到它真的就知道是那个感觉。OK， 所以这一支林心觉得女生也很合适。我觉得可以耶，就是你不是很爱很重的木质味，然后但是你也不是那么喜欢纯花香的时候，这支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好，那用在什么时间的女生？都可以，上班也可以，休闲度假也可以。OK， 就是一支很实穿百搭的味道。那我觉得男生今天心情好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喷上这一支，让你好上加好。因为它本来带出来的味道就是立刻就是很阳光，而且就是1秒到海岸边这样子。对，你可以看着宽阔的海洋，然后明亮的阳光。这个要忧郁症都很难的哦。对啊，多晒太阳就比较不会这种感觉，是不是？OK， 那我觉得这一支可以呈现一个心情上的美好，就是一天的开始是好的。是 OK， 那我们前调呢，先留到这边，好，回头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支后调会不会有什么变化。一般说商业香好像都没有什么前后调，对不对？它应该是说，我觉得它其实不是到没有前后调，它像它的那种香调的变化是比较快。它没有说每一个调性都留久一点，让你有那个可以察觉到，就是它的，因为它毕竟它是像说很多商业香还是淡香水，它的香精浓度也没那么高，是，所以它的香味前中后调走得非常快，所以它可能在你喷完半小时后，就是都是同一个味道了，对。那你如果在这中间你没有像我们就是这样一直仔细去细闻它，其实你就觉得它就是一个味道而已。了解，OK， 好，这个细微的变化还是存在的。对，其实还是有的。好，那回头见。好，拜拜。寄情水后调。现在后调怎么样？怎么走？带一点微微的那种木质底出来了。我倒觉得这个大堡礁的胶，这个胶的味道出来。对啊，还是你走的比较更快。胶也有，胶还在，只是它的那个后调的木质底有多一些些，比刚开始的时候多一些些。所以我觉得它相对就是把那个你说刚那个胶的那个感觉更多一些些。对。原本如果只有前调的话，我可能会认为它是一般台湾男生、亚洲男生这种夏季的气候合适的，标准的 pure homey 的味道。但是这一个中后调转变，居然跟其他走法变得不一样。他把这个胶，大堡礁的礁岸、沿岸的那种感觉，呈现的再更突出、更强一些。就是他要带出那个个性。本来是大晴天，慢慢的游泳游到了对岸的这个礁岸上面了坐在上面回头望去，哇，喘口气，真的是一切辛苦都是获得了对，他应该是用就是后调的这个广藿跟橡木苔的味道去带出你说的那一种就是礁岸那种感觉，然后还有那种就是那个像是海藻，还有就是那种就是橡木苔的那个绿色那种感觉，有把它呈现在它后调的味道里面。是 OK。那你说它没有层次吗？我觉得它其实层次是闻得出来的，对，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说，是不是商业香都没有那个没有所谓的前后调的变化，对，它只是没有那么的明显，就是变化没有像一般我们沙龙香的那个变化那么的，就是转折那么的，对，让你感受得到，对，然后它就是说你可能细闻，你还是可以闻出它的这种后面跟我们一开始前面的给你的感觉是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对。那这个沙龙香，就像音乐是这种电影配乐一样，它是这个，因为故事都是有曲折转折的，对不对？对。那商业香比较像是流行歌曲一样，对，你会听得到，这个旋律前后起承转合还是都有啊，只是说没有那么的，就是它会一直这么的高潮迭起这样子，是 OK。
那我还蛮喜欢它现在除了胶的呈现之外，宝胶或者是这个胶岩胶案呈现之外，我觉得它还带一些薰衣草这些算是迷迭香之类的香气，还是把它持续的维持保留着哈。对对对，它就是带这种感觉比较像那个淡淡的辛香感还是在，有没有？就是你刚刚说这种薰衣草、迷迭香啊，这种辛香就是微微的啦，它不是那种辣的辛辣的那一种哦，不是到豆蔻啊，或是像肉桂那种比较重的，它是比较偏淡清淡的，对，那种辛香感，它还是把它保留在后面。那我觉得它整个这样子会让你觉得它的那种层次厚实度没有那么的单薄。OK，那我现在慢慢的闻到你刚刚一坐下来所讲的那种木质，其实开始出来了。那因为它的木质加上了薰衣草，然后加上了迷迭香，如果就我所闻到的，它这种3个元素糅合起来，圆润的味道，我目前是越来越喜欢。是，我觉得比前调更好闻的。对，前面对不对？前调你可能会觉得大部分大概大家都是这么的类似呈现，但是我觉得奇妙的是在中后调的变化，它走出自己的风格跟味道。事实上，一支香水最怕的就是跟别人都一样。对，而且而且我觉得它既然有这样子的那个层次变化，表示它在我们不同的人身上其实还是有微微不一样的。是，它的后调真的还蛮好闻的，难怪它可以这么畅销。那我觉得你仔细慢慢去品尝这一支寄情水，你会感受到它木质调压在后面，然后微微的，对，带些出夏天里面你可以接受轻松驾驭的木质调，那这一支却不会让你觉得是一支男生夏天香水，却变成是无聊的走法，不会。我觉得这一支，终于明白为什么它会畅销，是原来是压箱宝是在后面。对啊。这支的调香师其实也蛮厉害的，他是那个公路的同一位调香师，真的。然后像Gucci的那个最爱也都是他调的。Gucci 的最爱，我不会念。对，他也是蛮厉害的。OK，一位调香师。好，哇，那他从年轻创作到年纪长了，对，是啊，他现在就是大师级的啦。是，原来他还活着，应该还在啦。因为有一次那个华人巴菲特要去上那个他看书的老师叫做格拉汉投资大师，就后来他去报名上课的时候，他一看到老师弟就哇，原来你还活着，我以为写书的都是死人，所以这个创作者还在，哇，厉害 ，OK， 还在持续创作，不简单，OK， 好，那这一支寄情水，你会放在什么样的香型里面？香调？柑橘、海洋、水生调 ，OK， 这几个都可以。柑橘、海洋、水生 ，OK，那带一些木质，微微的，对不对 ？OK， 好，那0到10你给它几分？9.5分。9.5分的原因呢？我觉得它是一支就是男女生都可以使用的香水，虽然说它这支是 for 男生啊 ，pure homie 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女生也可以。然后如果是女生使用的话，也很推荐在上班的时候使用。是，觉得是一支很好的上班穿搭的香水。对，因为它带一点那种就是，虽然说它是去描述海边的这种度假屋旁边的那种整个的氛围，但是因为它后面加这种木质底在里面，我觉得女生用的话不会过于重，然后在上班的场合穿又带一点点专业的感觉，所以它也蛮适合在女生上班的时候穿这一支。好，那我会把它定调在柑橘、海洋、水生调，然后有一些这个辛香，类似迷迭香啦之类的，薰衣草的在里面。那我特别喜欢它最后木质
加上我刚刚讲那2个元素，再加上柑橘又回来了，它这柑橘没有完全散掉，它还是持续停留在，所以它还是把这个木头带出圆润的、清新清爽的味道这样。这是我觉得这一支最厉害的后调的表现。你慢慢去说得真好。回头看这个，你就回头慢慢去品尝它的后调，你会越来越喜欢这一支，不会只是觉得它只是普通跟一般，大家夏天男生相信形态差不多的一支，这是很大的特色。对，介绍给你试试看。是寄情水阿玛尼，我还没给他分数上。对9.9，这一支9.9，这一支9.9。对，没有闻到之前，我只知道它卖很好，男生的。这个桌上 CK One 之外的卖第2名，对，应该差不多了，差不多吧，差不多是这样的，对。那但是我觉得它的走法又更加的出众，有特色，好不好？那我们30秒见喽。好，谢谢你听我们介绍，是，下一次见。瓶子也是很好看，雾面的哦。拜拜，拜拜。